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黄友汉先生、赖士葆委员、林涛议员、黄国昌委员。好，那么川普他曾经被 X 拒绝了上，后来又开放让他上，他不上，他就上他自己的社群平台那叫做这个真实社群吧，可能是True Social还是True Society。然后呢，最近他突然去上马斯克的专访，他中间只上过 X 一次，就是他被拍那个像犯人一样的照片在监狱前面拍那个照片，他们都抛上去募款，他就你看看我被人家政治打压，你们捐钱给我那马斯克专访他因为觉得他现在选情好像不是那么妙马斯克专访他，可是呢，专访前40分钟突然说讯号不行，你很难想象是马斯克呢。乌克兰都没有办法通电话，他用那个低轨卫星星链帮他这个恢复通讯，他自己的平台居然40分钟他说是大规模的网攻，他受到大规模网攻，所以呢上不了后来40分钟以后终于上了然后呢说有100万人收听，所以呢川普说我要重返枪击地，哪里开枪打我就回到那个地方再打川普说贺锦丽能够跟习近平谈判吗？你们选他，对不对？他跟这个普丁是好朋友吗？普丁听他的吗？普丁尊重我，普丁跟我讲说他想要把乌克兰吃下，我说不要，普丁就没吃啊。拜登上来就人家马上就出兵啦。习近平也是好朋友啊，对不对？那你能够想象贺锦丽跟习近平谈判吗？或者他只是跟习近平站在一起照个相呢？好，那么另外呢，川普说拜登是有史以来最差的总统那另外呢，这个他自己说要个官，他说我希望去当财政委员会，去监督政府的财政。那纳税人交那么多钱，你们这么搞什么？我去监督川普说好啊，欢迎欢迎来监督。我们看一下。Remember that nothing worth doing is ever easy. You'll have bad moments. You gotta love what you're doing. 霸气走上台，前美国总统川普重回 X 平台，他一连发出6则新的竞选广告。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影片上的字幕也写下要让美国再次强大，推文不到半天已经吸引超过630多万人次观看。这是川普在2023年8月以后第一次在 X 平台上发文，只是他和马斯克之间的专访直播却因为技术问题紧急海卡。There's been a delay, and Musk just took to his own network with an explanation, quoting from his post.There appears to be a massive DDoS attack on X, working on shutting it down. 这场专访原定台湾时间8点登场，只是专访开始没多久，页面呈现一片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插播快报，还顺便报道马斯克过往的直播也出过状况。Yeah, I think we've got just a massive number of people online, so it's.Servers are straining somewhat. CNN 报道还说，川普和马斯克的关系在2020年一度交恶，没想到现在马斯克和川普的关系却180度大转弯。就在川普拥抱马斯克的同时，民主党的贺锦丽继续到摇摆州造势。他这天来到亚利桑那州，而且对比川普阵营持续的恶意攻击，贺锦丽这边的气氛显然欢乐许多。I think Kamala Harris and her VP pick are.Much more hopeful and positive for everybody. 贺锦丽还登上最新一期《时代》杂志封面，封面的右下角还写下她的专题报道名称《她的时刻》，讲述贺锦丽在民主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过程，以及她竞选时面临的挑战。好吧，这边有一个 Newsweek 说这个民调大家对于这个经济认为谁做的比较好，说贺锦丽会做好票占42%，川普占41%。所以呢，这个因为拜登的经济搞得并不好，老美现在物价很高然后呢，这个通货膨胀很厉害所以呢，大家认为说这个拜登搞得并不好，但是呢，居然贺锦丽的经济政策比川普还多1%了，老陈怎么看？是的，这个是最新昨天全国性的民调了。因为你的节目里头有来宾讲说，现在贺锦丽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像《华尔街日报》啦、《金融时报》，就说他们人民对贺锦丽的经济方面的信心是落后的。但是这一点他追平了。
那我觉得以前川普被迫关闭他的账户的是 Twitter， 那 Twitter 被这个 Musk 买了嘛，要改成 X 平台，所以他们昨天的这个会议见面开始有一段时间是被 block 掉，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这两个人其实互访，然后所传达的讯息，对川普的加分作用其实是有限的。这两个人很像啊，真的太像了。这两个人对女人的态度，这两个人生小孩的数目，这两个人喜欢犯的男人的错误，我觉得如果你去查他们两个人的染色体理论上都是 XYY， 你知道吗？因为多一个 Y， 男性的雄风展现的就特别大。对吧？这是开玩笑 ，XYY 真的有这样的人，是吗 ？XYYY 不 ，XYY 真的有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他在社会上一生里头犯罪的次数相对比较多，所以 Y 是一个犯罪期的那个染色体，所以毫无疑问的，我这样讲没有什么错了。但是我认为川普已经越走不出一个名堂来。这贺锦丽慢慢的，很多人现在就骂他，你为什么不接受访问啊？为什么不接受专访啊？而且听不到你的政见。我跟你讲，这是反贺的人的说辞啦。我刚出来我有我的 timetable 我连民主党大会都还没开，都还没有被正式提名啊！我对调好你赶扣啊！我刚有机会讲的话，不是更加动人吗？所以这种讲法，我们这边的评论也牙牙学语我觉得非常的不可取。你们等着看，我告诉你，这一对刚好让美国人民，尤其是中西部的底层的白种的不公这个美宋这老百姓看到，未来还有一点希望因为不但是贺锦丽不错，而且他提的这个副手就Uncle Next Door 就邻家的我们隔壁的阿伯，所以你看他的讲法，他一生就除了当兵以外，就是高中的老师嘛。现在你台湾不容易了，现在台湾绝对不是国民女婿啦，就看不起他们大家都听的，不去洗学历一下，我难道还要你当女婿吗？但是在美国这当介意，是不是？这等下他们呢，这读无名校，长春的名校人讲。这跟我差不多这款人赞，我也希望加托他们一点关。我跟你讲，你们小看，到现在为止，全台湾没有人加入我的列车，我是台湾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铁口直断这一队会当选。那欢伟，因为我们现在有公职在身所以对美国的整个民主程序，我们最重要的基本态度就是要尊重美国人的选择。那因此，对于美国的大选不太适合做过度的评论。那不过在这个基础上面的确可以看得出来说，民主党当初在拜登不管是之前失言的风波，或者是在辩论赛上面的表现，的确让美国非常多支持民主党的人感到忧心。那阵前换将本来在选举上面可以说是一个大忌，但没有想到 Harris 就是贺锦丽，她出来代表了民主党了以后，那反而目前看到的是说给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非常大的鼓舞，那也很清楚的反映在最近几波的民调上面可以说是直起直追，甚至在部分的民调上面能够展现出超越川普这样子的一个气势，那让川普在当初不幸遭受到枪击案当中那一张照片对川普所带来声势上面的影响，现在可以说是几乎是看要追平了。但我自己在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两个重要基本的层面必须要做处理。第一个是有关于在经济层面上，目前对于说在经济的信任度上面呢，刚刚赵大哥有显示说看起来是打平了。那只不过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包括了说对于在中国贸易上面，川普目前看起来受信任的程度似乎还是比较高。那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数是说，因为过去在拜登执政的时期的时候，美国的通货膨胀真的太离谱了那已经影响到非常多庶民的生活，因此非常多的美国公民在被问到说，对于接下来这4年，或者说对于过去这4年，如果相比的话，你认为谁当总统，你的生活改善会比较多？目前在这个指标上面，我看到的还是
川普领先，但某个程度上面呢，是反映出来说，对于过去在拜登执政状态下面，对于拜登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面，对于很多庶民生活上面所产生的冲击，大家所还蛮深的一个印象。不过我觉得贺锦丽他的机会在于说，目前川普执政的包袱，从很多民调上面看起来，其实并没有让 Harris 来加以承担。也就是说，选民对于 Harris 这样子的一个跟拜登之前的 campaign 比起来，他所展现出来的活力，他所展现出来的欢乐，或他所展现出来对于未来的希望感，对于很多选民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只不过说，我觉得接下来的关键是说，贺锦丽他能不能够让更多的在摇摆州当中的选民认为，他一旦当选了总统以后，能够改善大家的生活，甚至在美国因为边境问题上面所造成社会治安上面问题的解决，他能够展现出一个更有企图心、更有魄力，能够拿出好的对策来加以解决。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在观察大选的时候非常值得注意的关键。因为川普已经对就这点攻击了。川普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当选，我把大批的移民都能赶出去。哦，这个很凶哦，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哦，票我也不要了，他们的亲友票我都不要了，赶他们出去哦。”他已经开始攻击了。来，志宝兄，我这一次前一阵子啊，这个到美国去，大概有一段时间了，那碰到了一些华裔的美国人，还有一些白人，就跟他谈这个事情了，他们都蛮关心的哦。然后我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们都很担心这次选完，这个美国更加的 divide， 就更加的分裂，就很难去团结。第二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拜登讲过一句话哦，他很担心政权没有办法和平转移。他讲的就是川普啊。如果川普上来，或者川普没有当选，他会不会接受？会不会又跟当初一样，又发动人去进攻国会啦什么之类的？所以整个美国来讲的话，就大家很担心了，就是担心说他的会更加的这个分裂。然后呢，让他当选不是才没事，是这样吗？不，你这样讲，就现在不管谁当选，大家都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他即便他当选，也是有另外一派。然后呢，这个东西中产阶级不见了，好，拉过来，他们几乎都讲到经济。一般来讲，在以前大家都觉得川普处理经济能力比较强，而且他来讲的话，他可以对抗这个他们通膨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一个主要的利器就是对中国大陆要掐取高的关税，60%以上，这很可怕的。这个东西，我碰到那些白人，那是道地的深红的，原来是这个升到这个，原来是共和党的，而且是党员。他说他这次没办法投川普，因为他做的生意就是60%，从大陆进来就60%，他绝对没有办法去投他。好了，那整个来说的话，你就发现的时候，美国现在来讲就很乱，而且你现在来讲 security 不是太好，大家都有枪支，大家都很担心这些问题。所以现在来讲，我最后一个要强调的就是，在过去的选举里面，普选的票民主党都比较多，基本上拉夫里来讲比较多。可是呢，他是一周一周看选举人票，所以取决于关键是摇摆州那5、6个摇摆州到底怎么样？贺锦丽在现在好几个州摇摆州他已经领先了。有人这么说，很多的美国人这样讲，说因为范斯对川普没有加分，可是 Watts 有加分。我特别看了一段呢，他特别讲他求孩子没有求到，然后呢，他就透过这个 IVF 能够受孕。能够有女儿，哇！这讲他女儿叫 Hope 啊，整个掌声如雷。我觉得这一段来讲的话，就刚刚杨老师讲到的，就是很有人性。你会发现到说，哎，大家赶快，美国人这个想要孩子，没办法有孩子的也是非常多。那这个题目也是要未来很争议的一个题目。反正就是说，原来美国拜登继续选的时候，好像大家觉得没什么戏唱，就是川普会赢了，因为拜登在表现太差了。现在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戏好看了。至于说谁一定会赢，谁一定会输，老沈认为说川普一定输，有人认为不一定，因为还有3个月嘛，9月、8月还有半个月，9月、10月、11月，差不多还有近3个月，变化会非常大。我不是跟大家讲吗？我去亲自参加美国民主党大会的提名大会，提名麻州州长杜卡克斯当民主党候选人。大会开完，杜卡克斯的民调领先对手20%，
就杜卡斯大败，选举的大败。为什么？对手只推出2个影片来，他就垮了。一个影片就是杜卡克斯当州长的时候，周末把犯人放回家，就是他认为说有些犯人周末可以回家嘛。民主党啊，就有一个犯人去宾州强暴了一个白人女人，在她男友前面，这是美国白人最大的梦魇，被黑人强暴，而且先生在旁边。这个电话一放出来，再加上一个，因为自由派嘛，反战嘛，所以呢，这个杜卡其实也是反战，但他又表示他支持军人，他去开坦克车，还带着这个钢盔在坦克车上开，也被共和党拍。所以你看这个人像小丑一样，还开什么坦克车？2支影片就垮了。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老共26架基舰又在台海哦，山东号也出现了，再次出现太平洋哦。看老共的基舰每天这边绕哈。那另外呢，山东舰7月再赴太平洋实施舰载，7月去过，现在又再去了，8月再去哈。日本在监督，他画图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呢，远远的看到没有？我看这什么图啊？这边这个舰。因为气象不好，朦胧，看没？一个大舰，哦，拍出来是这样。而且呢，它这个舰载机也起降，飞机那边起降，哦，研习了哈。因为飞机的起降是有一定的难度哈，天气不好，看看能不能起降啊。那另外呢，5小时就出海了22军机，16个超过我们的中线，哦，而且说这个可能跟山东号的航舰的操演相关的，哦，不是独立事件哈。那山东号跑到太平洋，带老班底出现老地方，所以怀疑说7月那个训练没完成，所以8月呢继续来。好，现在反正大家都在猜嘛。那另外呢，就是说最近一直有这些这个退役的军人在质疑说，老共机啊进入我们东部的内水就讨厌了哦。那国防部不承认，国防部以后呢，他就还加了一个，他现在的图啊加了一个说，本图非按实际比例显示。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那个图啊，这个反正你们就不要把它那么仔细的看，不一定按照实际的比例哦，所以加了一个警语啦，哦，加一个警语哈、哦。那这里看到没？本图非按实际比例显示，那你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哦，那吕律师舰长就笑说，真正问题是内水了，什么比例不比例？哦，他在 Google 上画了一下。搞了半天，这个图在兰屿跟台东的内水的领空上面，哦，然后他说下次如果是台湾跟兰屿间的海面呢，这次啦，下次会不会台湾跟澎湖的水道呢？台湾跟澎礁屿间的北部海域呢，都进入我们的内水，你什么也不敢做啊？你不是要第1级吗？那你第1级什么呢？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日本防卫省拍下照片，中共海军山东号航舰编队12日再次进入西太平洋，出没地点在宫古岛南方约420公里海域，并进行舰载机起降训练。我国军利用联合勤监侦的手段，对于我台海周边的相关的攻击共舰，均能够全程的掌握。但为应对山东航舰，传出海军司令也下令雄风飞弹车出动，全程跟监。不管在各个区域都有一定的操演，那并不是特定针对航母的行动来做一个呼应。只是国军恐怕至今未解释清楚的，就是8月6号的共机航系图。国军说，共机出没位置位于鹅銮鼻外33海里，但鹅銮鼻到兰屿的距离有41海里呀。也很确认，它是并没有进到我任何24海里线的一个状况。面对连番质疑，都是同一句话。而国防部从这事件后，开始在美日共机航系图底下注记，本图非按实际比例显示。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的国人了解共机共军它对我的扰台的一个状况。随着共机扰台威胁加剧，原本是要对外揭露中共扰台程度，如今国军的方式却产生更多问号。来，伟汉。我们先讲这个山东舰哈，因为它其实离台湾非常远哈，这个是山东舰出没的地点，大概离日本的宫古岛南方420公里，多远啊？但日本就发布了，
日本讲说，在我们宫古岛南方，它后来往北走到接近200公里，所以日本的防卫省他昨天公布，今天礼拜二嘛，昨天礼拜一早上6点多的时候，他在这边训练。那为什么公布哈？因为第一个它是山东舰，第二个山东舰以前都是只有进去出来，然后从这样子哈无害通过台湾海峡外，它就经过一个，这次他在做演训。他要实际降落，那观众朋友，我们已经听到之后，很多人讲说啊，战斗机不好啦，哈，那个是纸糊的，它也没办法起降啊，战斗机不行啊，韩国母舰战斗机不能起降有什么用？它这一次战斗机有起降，然后直升机也有起降，所以它可以起降，就代表说它有这个function。那我们台湾离这个宫古岛这样距离看，至少也是大概300公里以上啦，所以我们国防部没有讲。今天礼拜二固定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刚刚看到那个记者会现场，记者问。因为日本昨天讲了嘛，好，那就回过头来，国防部可能也闷说，300多公里我也要讲嘛，可是日本就讲了，好，所以其一我们要知道，就状况，其实基本上在台湾的周边，虽然这次非常远，可是山东舰它有在这个海上，这个战斗机起降的功能的时候，可能日本很关注，然后我们没有那么关注。第二个，内水的问题。它进到内水到底上个礼拜有一个是在这个兰屿周边那边，它到底是有没有在24海里临界区？他说是33，可是33是对鹅銮比。那如果你拉近一点到台东的那个这个富冈呢，那可能就更近了。所以不按照比例，对啦，对，就是说不按照比例，就国防部现在跟大家讲没有进内水嘛，可是已经很接近了。那我是觉得啦，24海里的临界区，它总有一天它会滑进来的，那到时候我们要怎么办？那才是重点哈。所以这两个其实大家要关注的。那第三个就是刚刚我补充一下这个第一段的，简单讲就好，就是川普去上这个 X， 那我们要知道 X 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就是它社群平台上面它的影响力到底大不大？以全球来讲，目前最大的是脸书，有30亿的人在使用。那第二名是 YT 25亿 ，IG 第3 20亿 ，X 并不多，只有5.5亿啊，这样子5.5亿而已嘛那 X 排在很后面的。可是在美国来讲，因为我们现在讲美国总统嘛，台湾用 X 的不多，美国 X 是第3名，第1名是脸书，第2名的话呢是 Reddit， 它有点像美国的 PTT 啦，所以其实它是个很大的平台。那一个美国的总统参选人去上 X， 以前他在 Twitter 的时候账号被封了，现在又从事强行回归。那在这一场专访当中2个小时，其实马斯克就是公开的支持川普嘛，我觉得会有影响，因为使用那个平台人既然多的话，听他讲，那我们台湾当然报道没有那么多，你去把那2个小时的重点截录出来，他讲了很多，比如说马斯克，我是特斯拉的老板嘛，在大家讲电动车，对不对？他们2个里面讲，其实石化业很重要啊，天然气很重要，我们要好好发展。他就跟石化业招手，不是说因为马斯克是电动车，以后石化不重视。然后他讲说，以色列有铁穹系统，我们也应该买啊。好，这川普里面其实讲了蛮多东西的。那因为他强势回归到这个社群平台当面，已经不是说 ABC、NBC 专访而已，突破传统的模式。那选举还有现在8月还有大概3个月了哈。其实我觉得也会对选举造成一些影响，因为毕竟一个媒体的大亨公开挺他，还是会有影响的。不是，知道马斯克是很多美国年轻人的英雄，大家追随他，很多人追随他的，好吧？这个大进满88号洪姓船长还没回来，本来大家以后回来了，4个船员回来了，大陆国海办说海警依法执法，所以还要侦讯我还不敢回来，船也回来了，4个船员也回来了。所以这4个船员违法情节轻微，就是个船员嘛，不予追究统统回来那另外呢，所以他们今天晚上或明天清晨就会回到澎湖啦那另外呢，这个很奇怪，中国国安部宣称破获了1000余起台湾间谍案，只提一个人名字，叫做杨志渊，其他都没提名字。你1000余起就有至少1000余人吧，就1人也好的有1000余人吧，那些人现在在哪里？是被抓起来、被关起来怎样？我们有没有去关心？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还是他随便讲的？还是真的有1000余起的这种间谍案？台湾间谍，你抓我会抓你啊！你不是天天在台湾办间谍吗？我也就是办你间谍啊！来，嘉瑜怎么看？确实，我觉得中国现在对台湾的不友善，从过去的这个攻击老台啊、山东舰等等这些作为之外，已经开始到民间对于台湾的一般的民众，其实也造成了影响。那周遭其实都会听到说，很多人去中国或者是去香港旅游的时候，被迫交出手机被检查，甚至被强制的扣留。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人民的安全在中国确实相对受到威胁。那我最近也有朋友跟我讲说，他的这个一个好朋友
也是年轻人，因为公司派他去中国出差等等，就因此也被中国当地以违反什么机密为由扣留在当地，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也不知道找谁协助等等。还在那边啊？对，还在那边。所以类似的状况，除了我们可能在媒体上所看到之外，还有很多在民间可能一般民众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被以一个违反商业机密的理由就直接被扣留在当地。所以刚刚讲这个所谓千余起的台谍窃密案，可能也是中国随便找一个理由，因为我们过去只听到台湾的商业机密、科技机密被中国窃取。台湾人没有什么理由去窃取中国的什么商业机密，甚至你说国防机密，有可能吗？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千起的窃密案，就是要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给这些台湾人无辜的民众，进而可能要给政府一个压力，就是说，你看台湾人现在在我手上有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讯号。当中国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可能这个私底下，然后默默的去抓了一些人，那政府这边的反制手段。到目前为止，可能也是透过一些私下的方式在处理。可是如果真的有这些情况越来越多的话，那对台湾人来讲，当然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而且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SOP， 让大家知道说未来怎么样去处理跟交涉。否则像这样子的民众求助无门，然后在中国的法令可能也跟台湾是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根本没有一个协助沟通的管道，是非常危险的。休息再回来。